王林为了尽快恢复实力，他需要寻找一个灵力充足的地方安心修炼。查看玉简后，看中了附近的炼魂宗，于是7天后，王林就来到了炼魂宗山门前。他落下身子，这时一道紫红光芒从身后天边飞来，带着强烈的破空声和狂风。光芒临近后，化作一个红发老者，面部奇特，气势惊人。王林立刻恭敬地站在一旁。老者转头扫了他一眼，问他是哪个门派的弟子。王林恭敬地回答自己是散修，想拜入炼魂宗，成为外围弟子。老者点点头，说外围弟子的收徒时间已过，让王林回去等几年再来。王林心里着急，脸上露出心痛的表情，从储物袋里拿出一个锦盒，恭敬地说里面是一把多年前得到的飞剑，希望老者收下，让他成为外围弟子。老者停下脚步，接过锦盒，打开后露出惊喜之色，但很快又不动声色地问王林这件的来历。王林编了个故事，说多年前曾帮助一个受伤的结丹修士，对方送他这把剑，但他修为不够，一直没用过。老者听了后不再怀疑，决定破例带王林进入炼魂宗，还用令牌消除了阻止进入的波纹。王林跟着老者进入炼魂宗，老者告诉他宗内禁制很多，走错了他不救。他们来到一处山峰上的华丽宫殿，老者喊了一声常大伟，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回应，接着一个头发凌乱的中年男子走出来。老者说这是他路上遇到的弟子，希望中年男子收王林为外围弟子。中年男子懒散地答应了，给了王林一块黑色令牌，让他使用第1090洞，1年需交1块中品灵石。王林咬牙交了2块灵石。中年男子接过灵石后不再理会他。王林正要离开时，中年男子突然问他给老者什么好处。王林如实回答是一把飞剑。中年男子说难怪老者这么积极，还提醒王林不要骄傲，外围弟子中筑基期的也不少，炼魂宗6月有大比，王林要好好修炼，说不定能成为核心弟子。中年男子说完就走进房间。与此同时，柳梅在炼魂宗50里外的山崖上遥望炼魂宗，他手中拿着朱雀老祖送来的玉简，这玉简能在100里内感应到层牛的存在。此刻玉简闪烁青芒，柳梅觉得层牛是否真的在炼魂宗。在朱雀星东部，一道青光如流星般划过天际，那是一位元神出窍的老者，他正是巨魔族老祖，元神之上带着3个拳印，金芒四射。当日被孙太的魔童所伤后，他无奈元神出窍逃遁，连亡灵也顾不上抓。魔童一路追击，巨魔族老祖多次受伤，好在凭借巨魔族秘术和修炼年深，才勉强逃脱。他最终将魔童引到小北延吉之地，利用天然禁制甩掉对方。回到巨魔族后，立刻夺舍闭关。巨魔族老祖在闭关中想起亡灵，因朱雀国已开始调查，他无奈放弃。不过他得到了一把奇异飞剑。闭关时，他取出飞剑，剑内传出剑魂许立国的惨呼和求饶。巨魔族老祖喝出剑魂现，许立国化作黑雾出现，立刻讨好巨魔老祖，声称自己对亡灵的恨意不比巨魔老祖浅。老祖觉得这剑魂挺有趣，所以就未封印他，而是让他继续留在剑内。许立国内心暗自盘算，先服软以求自保，日后有机会再算账。巨魔族老祖发现这剑魂有神智，懂得取舍，觉得他在战斗中会有奇效，便没有磨灭他。他仔细查看飞剑，越发觉得此剑不寻常，却不知其炼制材料。最后他将飞剑小心收进储物袋。与此同时，王林拿着炼魂宗的令牌，顺着山峰飞到第1090洞府，飞了进去。这洞府不大，只有一张石床，连桌子都没有，但灵力极为充足，比外界浓郁数倍，甚至比火云寨用3块快要废弃的极品灵石的地方还要好。王林盘膝坐在石床上，开始吐纳修炼。3天后，王林睁开眼，觉得修炼速度太慢。他沉吟片刻，从储物袋里拿出3块极品灵石放在四周，打出禁制，再次闭目修炼。这样一来，洞府内的灵力变得更加浓郁，碰到墙壁后被禁制弹回，无法消散。王林成了灵力唯一的宣泄口，灵力疯狂涌入他体内。他面色微红，静静吸收，体内灵力慢慢增长，但距离破解封印和查至意境痕迹还远远不够，而且随着修为提高，封印和意境反而更坚固。1个月后，王林睁开眼，目光更明亮。他在这1个月里疯狂吸收灵力，3块极品灵石已经报废2块，最后1块也快报废了。他从筑基初期达到了筑基中期巅峰，只差1步就能踏入筑基后期。但王林觉得还是太慢，极品灵石损耗太大，储物袋里只剩下不到15枚，根本不够用。他活动了一下身子，石床和墙壁都出现了皲裂。王林明白，这是因为灵力太浓郁，石室无法承受。他掐诀修复了裂缝，但知道这只是表面的，只要灵力一多还会裂开。不过只要不使用极品灵石，就不会有裂缝让人怀疑。王林沉吟片刻，站起来打开洞府门，走了出去。此时是黄昏，落日余晖洒下。王林想起今天是1年的最后1天，明天就是新的1年。他想起小周如，嘴角露出微笑，深吸一口气，感慨地说：劫后余生。他回想起失去灵力后的种种，心中复杂。
今天是旧年的最后一天，代表它的落寞，而明天是新年的第一天，代表新的开始和可能。亡灵轻声说道：“过去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夕阳中一个女子身影缓缓飞来，亡灵觉得她有些眼熟，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随后，亡灵从山峰上飘落，来到山峰中段，那里中年男子正盘吸吐纳。亡灵落下时，他睁开双眼，目光一凝，惊讶地看着亡灵：“咦，你筑基中期了？”亡灵内心暗叹，神识崩溃后无法隐藏修为，被这结丹修士看出了端倪。他恭敬地解释说，自己之前就快要突破，经过这里的灵力吐纳，侥幸成功。中年男子虽然有些怀疑，但还是点了点头，问亡灵来此有何事。亡灵抱拳说，他想换一间灵力更充足的洞府。中年男子皱眉，警告他修炼不可贪快，否则道基不稳，难以结丹。亡灵沉默片刻，表示自己心中有数，希望前辈应允。中年男子最终同意了，但要求加一块中品灵石。亡灵无奈，交出灵石后，中年男子换了一块令牌给他，告诉他房号越小，灵力越多。亡灵接过令牌，连忙谢过，转身离开。中年男子目送亡灵离开后，目光一闪，自语道：“怪。”他身子一动，化作一道长虹，奔向1090洞府。他仔细观察洞府许久，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疑惑地自语道：“难道是我多疑了？”他决定日后多多观察这个叫青木的人。亡灵拿着新令牌，顺着山峰向上飞去，找到了新的洞府。洞府大小与1090洞府差不多，但地面上有一个小型的聚灵阵，这个阵法结构极为复杂，甚至有很多重影。亡灵进入洞府后，目光立刻投在阵法上，研究片刻后，他目光一闪。聚灵阵的主要作用是把四周的灵力凝聚而来，使一定范围内的灵力大增。不过，聚灵阵必须在灵眼之上布置，才能发挥效用。亡灵观察后发现，这里并非灵眼，而是一处迁移而来的围眼。尽管他被意境与封印所伤，修为大减，但他毕竟是化神修士，眼力仍在，一眼便看出了阵法的真相。毕竟，连炼魂宗的始祖都想不到，外围弟子的洞府里居然藏着化神修士。亡灵右手在阵法上轻轻一扫，发现阵法下面的阵眼藏着一个更复杂的阵法。他心想，这阵法估计是用来制造伪灵眼的。琢磨了一会儿，亡灵把阵法恢复原样，盘腿坐下，打出静制，又拿出3块极品灵石，继续修炼。这里的灵力比之前那个洞府浓了好几倍，因为有聚灵阵，直接从灵脉里分出一条支线，灵力自然很足。再加上极品灵石的辅助，灵力浓郁的惊人，元婴期修士看到都会眼馋。在这里修炼，速度肯定能提上去。亡灵沉浸在修炼里，时间过得飞快。他身上裹了一层厚厚的灵霜，灵力太浓，没地方散，就凝成了淡蓝色的灵霜。不过，亡灵脸上的茶形疤痕太狰狞，看起来有点吓人。2个月过去了，亡灵一直没动，拼命提升修为。但越往后，需要的灵力越多，速度也越慢。2个月下来，他只到筑基后期，离筑基大圆满还差得远。极品灵石也用光了，亡灵心疼的不行，决定以后少用这种修炼法。这天，亡灵睁开眼，盯着地上的阵法，心想，这灵力还是不够，要是能直接从伪灵眼抽灵力，说不定能到结丹期。他仔细研究起阵眼里的小阵法，阵法其实就是静制的一种，亡灵对静制研究得很透。他双手掐诀，打出一个个静制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最后形成残影。这种残影静制是他独创的，比普通静制难多了。当年他结丹期的时候，也只能打出几道残影，现在更是勉强。亡灵的双手越来越快，最后所有残影融合在一起。他低喝一声，打出静制，那小型阵法立刻震动，一股巨大的推力扩散开来。亡灵闪开，看着阵法，推力过后，阵法停止运转，灵力不再散出。亡灵上前，轻轻一点，咔咔作响，阵法消失，露出一块红色的灵石。这是坤晶岩，能吸收灵力，但不能储存。亡灵毫不犹豫地按在坤晶岩上，开始吐纳。瞬间，磅礴的灵力从坤晶岩里涌出来，顺着他的手臂冲进体内。强烈的灵力让亡灵全身汗毛张开，一股黑气从汗毛里挤出来，他脸上的茶痕也暗淡了一些。亡灵心里大喜，这种直接吸收伪灵眼灵力的效果真不错，可惜只有第1次冲击有效，第2次就失效了。亡灵深吸一口气，抛开杂念，全心修炼。从坤晶岩里涌出的灵力慢慢平稳下来，亡灵也沉浸其中。在雪域国的冰雪神殿里，李元峰盘腿坐在深处，周围摆着5个闪烁五彩光芒的巨大冰块，里面传来若有若无的仙力，供他吸收。这冰块里藏着拇指大小的仙玉，通过阵法进行某种变化。李元峰虽然看起来不狼狈，但神情萎靡，脸色苍白。他想起之前被孙太的仙雷追击，虽然削弱了5成威力，但还是受了伤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己是靠秘术强行提升到鹰变初期的，这辈子再无突破的可能，和那些真正凭借自己修为突破的鹰变修士相比，还是太弱了。他冷笑一声，不知道亡灵死了没有，但自己的茶之意境可不是那么容易破解的。
他又想起红蝶闭关100年，出来后肯定是因变修士，而自己的寿元也快到了。不过这倒无关紧要，他还在琢磨巨魔族老祖为啥非要亡灵的尸体，难道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？与此同时，在炼魂宗山门之外，亡灵从闭目中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达到了筑基后期大圆满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身体上的灵霜融化后钻进身体里，洞府里的灵霜也化作淡蓝色的气被他吸收。他脸上的茶痕又淡了一些，但依然很狰狞。他意识到伪灵眼的灵力已经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了，需要找一个灵力更浓的地方。真正的灵眼应该可以满足他的要求。亡灵起身走出洞府，他正要离开，突然看到不远处一个身着浅蓝色纱衣的女子从洞府里走出来，微风吹过，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这女子看到亡灵后轻柔一笑，亡灵认出她就是闭关前在夕阳下看到的那个人。他皱了皱眉，没有再去理会她，而是继续寻找新的洞府。他发现了一个编号为743的洞府，觉得这里最接近灵眼。他看到洞府外的天鹤石落下，知道里面有人，心里有了主意。就在这时，中年男子从山峰中段的房舍里走出来，叫住亡灵。中年男子心里觉得亡灵很诡异，修为增长得太快了，怀疑他有逆天的法宝或修炼的功法很玄妙。他试探性地说，如果亡灵能在炼魂宗结丹，那么几个月后的大比中成为内门弟子的把握会大增。亡灵表示想换洞府，中年男子有些为难，但亡灵坚持要换743洞府，并拿出2块中品灵石送给中年男子。中年男子表面上答应了，但心里却想晚上来问出亡灵修炼快速的原因。到了深夜，中年男子走出房舍，看向亡灵的洞府，露出一丝贪念。他觉得亡灵修炼的这么快，说不定很快就突破结丹期，到那时动手就比较麻烦。于是他决定晚上就行动杀了亡灵，因为亡灵是散修，死后也没人会寻找。他来到亡灵的洞府外，发现天鹤石只落下一半，没有完全合上。他没有多想，直接钻进洞府。中年男子一进入洞府，就看到亡灵盘腿坐在石床上，目光平静地看着他。他没多想，直接出手，一道青光无声无息地射向亡灵。他本想先擒住亡灵，拷问清楚后再杀他，但亡灵眼中露出嘲讽，一拍储物袋，劲翻在手，一道劲气瞬间撞上青光，青光瞬间崩溃。中年男子冷笑一声，吐出一把3寸飞剑，冲向劲气。他觉得亡灵这个筑基后期的小辈根本挡不住他的飞剑，但飞剑刚碰到劲气，就咔咔作响，从中间断裂。亡灵摇头叹道：“王某修炼之时，你还尚未出生。”中年男子面色苍白，喷出一口鲜血，转身就逃，但劲气一闪，把他捆绑住，向后扯去。中年男子刚要说话，亡灵右手一扇，啪的一声，他的右脸立刻肿起，吐出一口带碎牙的鲜血。他惊骇地说：“我是炼魂宗。”但话没说完，亡灵又是一闪，他的左脸也肿起。男子疯狂地想自爆金丹，但亡灵一抖劲翻，3道劲气钻入他体内，生生抽出他的金丹，一口吞下。男子身子一颤，喷出一口鲜血，身体立刻萎靡。他不敢相信亡灵不是筑基期。亡灵来到男子身前，一点之下，男子失去神采，倒在一旁。亡灵摇头，他本不想杀人，但对方执意寻死。他一拍男子身体，男子立刻化作飞灰，消散一空。亡灵踏步出了洞府，直奔743洞府。他右手一挥，一道劲质印在天鹤石上，身子化作白光，冲入天鹤石，瞬间出现在743洞府内。洞府里，那大汉惊呼一声，看到亡灵后立刻愤怒，但瞬间又惊醒过来，意识到亡灵可能是瞬移来的。亡灵来到大汉近前，一点之下，大汉倒地昏迷。亡灵把他扔到一旁，目光落在右侧墙壁上。他一拍储物袋，飞剑飞出，在墙壁上削出一个洞口。亡灵紧随飞剑进入通道，来到尽头，看到一片闪烁金光的灵脉矿。他眼中露出喜色，一指飞剑，飞剑飞回743洞府，刺在大汉身旁，化作劲质。亡灵一按石壁，通道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掐诀落在灵石矿上，冲入矿内深处。这里灵力浓郁，形成一股强大的灵威，从四面八方压向亡灵。亡灵不由反喜，他要的就是这强大的灵威。他立刻感觉到体内崩溃的元神有了收拢的征兆。亡灵拿出3块极品灵石，全部自爆，疯狂的灵力与灵威融合在一起，亡灵身上承受的灵威瞬间增加了数倍。他七窍流血，但目光狂喜。他又拿出2块极品灵石，自爆开来，整个山峰的灵脉瞬间沸腾，灵威疯狂增长。亡灵体内的元神碎片渐渐收敛，修为以极快的速度恢复。筑基后期大圆满，破，结丹成，结丹初期、中期、后期全部突破，元婴初期破，元婴中期巅峰。整个山峰的灵脉在时息内暗淡消失，数千外围弟子纷纷从打坐中惊醒，察觉到灵力消失，纷纷逃离洞府。亡灵瞬移出现在山峰之外，四周的外围修士议论纷纷。那大汉解除禁制后，
看到王林，立刻露出恭敬之色。远处那绝美的女子对王林微微点头，露出善意的微笑。王林皱眉，冷冷地扫了一眼，收回目光。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恢复了元婴中期巅峰的修为，元神也初步收拢，已经可以使用了。这次生死之间的感悟，对他来说才是最珍贵的。